美国为何要加大对 B-21轰炸机的发展，是和中国的轰20有关。轰20对美国会有怎样的影响？近日，军事新闻网站领英报道，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表示，由于美军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B-21的造价高昂，为增加该计划的效益，故除了机体本身提供的航程与筹载之外，美国空军还希望为 B-21添加更多能力，将为该型机配备无人僚机，包括能与其共同运作的无人战机。此外，肯达尔还强调，这并非仅具备实验性质的技术展示计划，而是有意纳入正式量产的新武器系统。而指责也不是说要无人机随时陪在 B-21身边，因为相关战术仍有大量需要讨论的地方。但美国空军正在评估如何将上述2款飞机整合进同一作战网络中，并让 B-21飞行员能够进行控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空军预计采购至少100架 B-21，而首机正于加州棕榈谷的美国空军第42号厂区进行制造，有望于2022年展开首飞。不过，肯达尔表示，就算 B-21问世，其保密程度仍将如同以往。我们可不想让敌人在这方面抢占先机。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目前也在重视对 B-21的发展，而这也是美国吸取了此前在 B-2轰炸机上的失败，才选择来研制 B-21轰炸机。因为美国作为第一个研制成功隐形轰炸机的国家，成功研制出 B-2隐形轰炸机，并使其成为全球现役最先进的一款隐形轰炸机，而且具有非常强大的隐形突防能力，当时在美国空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 B-2作为一款世界领先的隐形轰炸机，研制成本非常高额，竟然达到了20多亿美元，并且毫不夸张地说， B-2隐形战略轰炸机在执行任务的每分每秒都有无数的美元在燃烧，产生了非常高额的费用。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就算是放在机场不运作，它所自然产生的日常维护的费用也是相当高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美国要研制 B-2隐形轰炸机的加强版，那就是 B-21战略隐形轰炸机。因此，美国 B-21轰炸机就应运而生。而美国 B-21战略隐形轰炸机相较于 B-2隐形轰炸机的一个明显优势就是，它的研制成本比 B-2隐形轰炸机要低得多，这就大大节省了研制成本和维护的费用，也会大大增加美军的使用效率，因为使用的时候不会产生像 B-2隐形轰炸机所产生的那么高额的费用，所以在这一方面就很得美国军方的青睐。因此，美国也加大了对 B-21战略隐形轰炸机的研发力度，争取可以早点研制出来。而此次提到的美国计划研制100架 B-21轰炸机确有其事，而且美国不止一次提出要扩大 B-21隐形轰炸机的生产规模。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美国此前还多次推延 B-21的研发进度，而之前美国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国家财政紧张的原因，不得不使得 B-21的研发项目多次中断，因此也使原定的 B-21隐形轰炸机的首飞时间从原定的2018年推迟到2021年，然后又从今年的1月推迟到2022年。所以受到资金的影响，美国又找借口说 B-21的研究价格太高，而需要为其配备无人机，而这也许是美国采用的缓兵之计，其实际上又是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从而才使得美国 B-21的研制时间一拖再拖，而没有确定的时间。而且因为受到资金的影响，这就促使美国对已经服役多年的 B-52、B-1B 以及 B-2轰炸机等进行改造，然后仅通过更换大量的飞机部件来研发 B-21战略轰炸机，这就可能会使得 B-21隐形轰炸机在技术上毫无创新，只是美国其他先进战机的改进版，仅只是为了节省资金而研发出来的廉价战机。因此，由于 B-21在研发的成本上大大缩减，这就使得 B-21战略隐形轰炸机的质量可能会大打折扣，可能会在性能上完全不如 B-2战略隐形轰炸机。毕竟，美国 B-2隐形轰炸机可是有天价的造机成本，因为都说1分钱1分货，所以更高成本的 B-2可能会在性能上更加优于 B-21战略隐形轰炸机。B-21其实就是 B-2的缩小版，其实际意义可能要小于 B-2。所以中国的轰20战略轰炸机可能还是要比美国的 B-21有更多的期待，因为轰20战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1架战略隐形轰炸机，采用飞翼设计，航程将达到12000公里，而且可以搭载45吨弹药，
并且轰20的12000公里的航程将会使得轰20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的夏威夷。更为惊人的是，如果轰20隐形轰炸机的飞行路线飞越北极，那么美国的50个州就都在它的覆盖距离范围内，那将是可以发挥巨大的战斗威力，直接摧毁美国本土。所以轰20这种机型的存在能够延伸中国空军的火力投送范围，因为它的体型够大，能够携带多枚远程巡航导弹对敌军的重要目标发起防区外打击，而它也能够作为主要的空机和力量平台，对敌人大后方的交通枢纽、政治经济中心发动核打击，从而与陆基洲际导弹以及战略核潜艇共同对敌人构成三位一体核威慑。这也是因为中国对战略轰炸机的需求从未减弱过，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强烈了。轰20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至于轰20为何迟迟不露面，我们也不必着急。一款先进战机的研发往往需要5到10年左右的时间，更别说大型轰炸机了。而且中国并没有大型轰炸机的研制经验，对此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轰20更是如此。加上此前有网友拍摄到轰20的现身的图片，这也突出了轰20项目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即将会与大家见面了。而关于轰20隐形轰炸机，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事，就是它的作战形式可以多变并多样，能够适应各种作战形式的要求。它既可以和飞机群一同作战，又可以和航母搭配作战，所以它可以称为是万金油。这就是因为它的车适配能力较高，能够在不同的作战中发挥最大的优势，还可以取得最好的胜利。而美国和中国都正在进行对最强轰炸机的研制，但是外界却没有看到这2款真机。但是美国和中国也是十分默契，中国的轰20一直保持神秘，而美国的 B-21轰炸机同样是保持神秘，而具体的问世时间还是需要等待，到时候肯定会使人耳目一新。美国计划 B-21搭配一款无人机，以此来节省成本。据悉，中国轰20会在美国 B-21之前问世，这将给美国巨大威慑作用。加上中国也可以将轰20与攻击11结合一起，也能发挥出巨大作用，并且也可以以此来应对美国的 B-21轰炸机的挑战，也因此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此外，中国轰20隐形轰炸机一旦服役，也将为中国空军提供真正意义的核洲际打击能力。因为轰20轰炸机和洲际打击能力将使得美军在夏威夷和关岛军事基地的优势荡然无存，而美军为躲避中国东风快递、东风26B 和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所建立起来的战略部署的后移，也将变得不再遥不可及，并且这对中国突破美国第3岛链的封锁将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专家对此评论跟上步伐。因此，在美国加快对 B-21轰炸机的发展后，中国也可以用轰20予以强势的回应，从而也可以以同一级别的武器予以应对，加快促进中国空军的发展，并给美国以巨大威慑作用。